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极具启发性的奇书《平面国》。这本书由英国神学家、作家埃德温 ·A· 艾伯特 （Edwin A. Albert） 于1884年创作。乍一听这个书名，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甚至有些枯燥，但实际上，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开启我们对于维度、认知和人类社会深刻思考的大门。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更是一部蕴含着深刻哲学思考和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它以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让我们跳出日常的思维局限，去想象和理解那些我们从未接触过的世界维度。这种对维度的思考，可以极大地拓展我们的思维边界，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真的就是全部吗？在更高的维度里，是否存在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奇妙景象呢？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故事。霍金在研究宇宙学的时候，就深受多维空间理论的影响。他曾说过，我们努力探索宇宙的边界，也不过是回到了原点。然后第一次了解他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科学家们对于宇宙维度的执着追求。而《平面国》这本书，就像是为这种追求点燃了一盏明灯。在书中，作者构建了一个二维的世界，平面国，那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二维生物，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和认知体系。书中有一个经典的段落是这样描述平面国居民的：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点就是一切，因为那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切。我们无法理解，一个点之外还会有什么。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深刻地揭示了二维生物认知的局限性。它们被自己的维度所束缚，无法想象三维世界的存在。这就像我们人类，在很多时候也被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和现有的认知所限制。维度认知的颠覆。在平面国中，作者首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与我们所熟知的三维世界截然不同的二维世界——平面国。这个世界里的居民是一系列几何图形，它们按照形状的不同划分等级，比如等腰三角形是最低等的士兵和工人，等边三角形是商人，正方形是专业人士，而圆形则是祭司，是最高等的阶层。这种对维度的设定，其实是基于一种对空间维度的思考。在我们看来，二维世界是简单的、平面的，但在平面国的居民眼中，他们的世界就是全部。他们无法理解高度这个维度，就像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直观地想象四维、五维甚至更高维度的空间一样。这种认知的局限性，是由于我们被所处的维度所限制。我们的感官和思维都是基于我们所生活的三维空间而形成的。理解这种维度认知的颠覆，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科学研究领域，它促使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宇宙的奥秘，去思考那些超越我们日常经验的现象。例如，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发现微观粒子的行为很难用我们传统的三维空间观念来解释，这就促使他们去思考更高维度的可能性。在教育方面，它能够激发学生们的想象力，让他们敢于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当我们引导学生们去想象平面国的世界时，他们就会开始思考，如果世界是二维的，那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思考可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让他们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而要勇于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就像书中所描述的，平面国的居民如果能够突破他们对维度的认知，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尝试去理解那些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事物时，我们就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野。社会结构的隐喻。平面国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这种划分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圆形作为祭司阶层，拥有最高的权力和智慧，他们掌控着平面国的法律、宗教和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结构的设定，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隐喻。在人类历史上，社会阶层的划分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从古代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艾伯特通过平面国的社会结构，揭示了这种阶层划分背后的不合理性。形状本身只是一种几何特征，但在平面国中却被赋予了社会意义，这反映了社会阶层划分的荒谬性。理解这种社会结构的隐喻，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可以反思现有的社会阶层是否合理，是否存在着对某些群体的不公平对待。例如，在一些社会中，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悬殊。通过对比平面国的社会结构，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在社会学研究中，这种隐喻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帮助学者们分析社会阶层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对于个人而言，
它提醒我们要关注社会公平。当我们看到平面国中那些低等形状的几何图形被压迫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是否有类似的群体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这种思考可以激发我们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们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努力。3. 认知局限与突破。在平面国中，平面国的居民们普遍存在着认知局限，他们被自己的维度和社会结构所束缚，难以接受新的观念。例如，当主人公正方形遇到来自三维世界的球体时，他一开始根本无法理解三维世界的存在，甚至认为球体是在欺骗他。这种认知局限是源于我们大脑的思维模式。我们的思维是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它倾向于将我们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分类和简化。当遇到与现有认知完全不同的概念时，大脑会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就像平面国的居民，他们习惯了二维世界的规则，对于三维世界的概念感到不可思议。这种认知局限在人类社会中也很常见，许多科学发现和观念创新在最初都遭到了抵制。认识到这种认知局限的存在，对于我们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个人学习方面，它提醒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当我们接触到新的知识、新的观点时，不要急于否定，而是要尝试去理解。例如，在学习一门新的学科时，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难以理解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认知局限，积极的去探索，就会发现新的知识领域。在社会层面，它强调创新的重要性。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涌现新的观念和技术，而突破认知局限是实现创新的关键。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都是突破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认知局限，才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比如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打破了人们对于宇宙的传统认知，推动了天文学的发展。4. 智慧与权力的关系。在平面国中，原型祭司阶层被认为是拥有最高智慧的群体，他们掌控着权力。然而，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智慧与权力的结合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原型祭司们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压制新的思想和观念。智慧与权力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权力会试图控制智慧，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权力拥有者可能会利用智慧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和制度，而忽视了智慧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在平面国中，原型祭司们担心新的观念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对那些试图探索新维度的思想进行打压。理解这种智慧与权力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对权力结构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要警惕权力对智慧的滥用。当我们看到某些权力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压制创新和进步时，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在政治学研究中，这种关系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帮助我们分析不同权力结构下智慧的发展状况。对于个人而言，它提醒我们要正确地看待权力和智慧的关系。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权力，而忽视了智慧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在拥有智慧的同时，争取合理的权利，以便更好地发挥智慧的作用。5. 突破维度的启示。主人公正方形在经历了与球体的相遇以及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最终开始尝试突破自己的维度认知。他意识到，除了平面国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这种突破维度的思考是整本书的核心思想之一。突破维度意味着超越我们现有的认知框架，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从哲学上讲，这是一种对人类认知边界的挑战。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里，只有不断地突破我们的认知，才能更好地理解宇宙和自身的存在。艾伯特通过正方形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突破的可能性。在科学研究中，突破维度可以引导我们探索新的理论和技术。例如，在物理学中，对高维空间的研究可能会带来新的突破，像超弦理论就假设宇宙有更多的维度。在艺术创作方面，它可以激发艺术家们的灵感，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形式。当艺术家们尝试突破传统的维度观念时，他们可以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作品。对于个人成长而言，它鼓励我们勇于挑战自我。我们不要满足于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而要不断追求新的突破。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像正方形一样，尝试从不同的维度去思考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平面国这本书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认知的局限性，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它所蕴含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一本普通书籍的想象。通过对维度、社会结构、认知局限、智慧与权力关系以及突破维度的思考，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智慧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让我们勇敢地突破自己的认知边界，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不要害怕新的观念和挑战，因为它们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有时候我们只有跳出自己的世界，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让我们行动起来，去阅读平面国，去践行其中的智慧，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记住，你所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还有更多的奇妙等待你去发现。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奇妙的探索之旅吧。